它是白金汉宫的独特风景，它是一支独具特色的部队，它被认为是英国王室的私人部队，它就是英国皇家卫队。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点个赞，小编跪谢。军队作为国家武力的象征，其代表的就是威严，而在世界众多军队中有这么一支部队，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的鲜明象征。在英国首都伦敦，每天的正午，白金汉宫的广场上都会聚集很多的游客，他们四散在广场的周边，向广场里边观望，准备观看一天一次的皇家卫队换班仪式。在51刻，会有一队头戴熊皮帽、身穿红色军服和黑色长裤的士兵，在骨笛乐队和一名骑兵的带领下，整齐划一地进入广场。等到负责换班的卫队做完各种花式步操之后，两位交接的军官会相互敬礼，士兵们则相对举枪施礼。随后下班的卫兵列队离开白金汉宫，这就是英国皇家卫队。英国皇家卫队最大的特色就是那不变的猩红色紧身短上衣以及那顶高高的熊皮帽，这种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而这支英国皇家卫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下半叶，公元1656年。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被流放的查理二世在荷兰募编了一小队护卫，而在查理二世辗转回到英国后，为了维护英国王室的安全，查理二世在此基础上亲自组建了一支精锐的步兵团和骑兵团，这就是英国皇家卫队的雏形。在此之后，这支部队就一直活跃在英国历史大大小小的战役之中。时至今日，始于1656年英国查理二世时期的英国皇家卫队已经成为英国王室的御林军，由英国陆军皇家禁卫步兵和英国陆军皇家禁卫骑兵组成，负责保护英国皇室的安全和守卫皇家相关设施等。该部队的全称为英国陆军皇家禁卫师团，是直辖于白金汉宫的英国皇室和皇家设施警卫部队。英国陆军皇家禁卫师团属英国陆军战斗序列，由英国陆军皇家禁卫步兵和英国陆军皇家禁卫骑兵组成，下辖5个禁卫步兵团、2个禁卫骑兵团和1个预备团，分为骑兵和步兵2部分。骑兵约有1500人，共分3个团，分别是国王禁卫团、国王蓝色团和王宫仪仗骑兵团。步兵约5000人，编为1个步兵师，下属8个步兵营。除此之外，在皇家装甲坦克部队中还有4个皇家卫队团。目前在英国皇家卫队所下辖的7个团中，其中有2个骑兵团和5个步兵团。而如今世人通常所说的皇家卫队就是这5个步兵团，他们分别是禁卫掷弹兵团、冷西禁卫团、威尔士卫队、苏格兰卫队、爱尔兰卫队。每支部队的军服虽然大体相同，但会有一些细小的差别。这5支部队自诞生以来便驰骋于英国各地，战功赫赫。其中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每支部队的团旗。众所周知，欧洲国家的部队都有把自己部队所取得的战绩绣在自己旗帜上的习惯。大致看一下各部队旗帜上绣得像繁花一样的战役，就可以知道他们在英国战史上所获得的诸多荣誉了。每个团还都拥有自己的帽徽、服饰识别符号、名称和口号、动物护身符和本身固有的礼节仪式，还有团歌等等。虽然皇家卫队常年驻守在英国伦敦，但如果就这样以为他们毫无战斗力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正相反，皇家卫队的士兵们每一个都是英国陆军中战功卓著的战斗英雄，或者是在某些战役中有过突出战绩的军人。换句话说，只有英国陆军中最精锐的战士才有可能进入皇家卫队服役。现如今的皇家卫队中就有不少参加过大型战争的军人，所以这支特殊的仪仗队绝对不是仅凭一副完美的皮囊就可以进入的部队。既然提到了英国皇家卫队，就一定要说一下该部队的着装。红色制服和高高的黑色熊皮帽已经成为该部队乃至英国的一个国际形象。相信一定有人会对这顶熊皮帽子提出疑问：不遮掩吗？不沉吗？不热吗？可不能小看了这顶帽子，因为这顶熊皮帽子大约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在17世纪，这种帽子的初衷是专为欧洲军队的掷弹兵种设计制作的，在最初的帽子上也只是装饰了一些物品。
但到后来就被军队停发了，直到18世纪中才再次被法国军队启用。而且为了能让士兵的身形显得更加高大，法军还特意把帽子的高度增加，看起来更具威慑力。随后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英国公爵威灵顿大败拿破仑，而为了彰显此次战绩的荣誉，英军便模仿当时法兰西卫队所配备的帽子，设计了一款熊皮帽子。恐怕当时的英国人怎么也没想到，这顶只是纪念战争胜利的熊皮帽，却成了日后英国最精锐部队的标志。不过令英国皇家卫队士兵更没想到的是，这可苦了他们。按照英国皇家卫队的规定，无论春夏秋冬，站岗士兵都需要戴着这顶熊皮高帽，而这顶熊皮高帽不仅十分厚，重量还超过1斤。曾有该部队士兵表示，夏天戴这顶熊皮帽子就如同把脑袋放在烤箱里一样，但每一名英国皇家卫队士兵都能以头戴熊皮高帽为荣。该部队也非常注重用各种形式来培养军人特殊的皇家卫队精神，使他们切身感受到隶属于某个皇家卫队团的自豪感。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熊皮帽子遭到了英国动物保护组织的反对。英国国防部在2010年之前，每年都会购买大约50顶熊皮帽，而且平均每年单是帽子的开销就有6万英镑。也是因为动物保护组织的不断抗议，英国国防部才决定在2011年停止使用野生黑熊皮帽子，改用人造皮草帽子。英国皇家卫队隶属于英国陆军，是专为英国王室，尤其是君主安全效力的一支禁卫军。纵观世界各国的军队，英国皇家卫队可以说是一支独具特色的部队，因为已经很少有像这支部队那样一直保持着几百年不变的传统、不变的服饰、不变的礼仪、不变的作风。这种传统在几个世纪中未曾有过改变，它也可以说象征着英国几百年的历史。英国皇家卫队可以说是英国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不仅担负了英国皇家和英国政界要人住宅的警卫任务，而且还参加了很多次英国进行的战争，并在很多重要战役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大多数英国人眼里，皇家卫队是英国优秀传统的象征，同时也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长治久安的象征。此外，皇家卫队也与英国王室保持着特殊的关系。皇家卫队各团的团长和荣誉上校基本上都是皇室的成员，而且英国女王和将继承王位的查尔斯王子和王室的其他成员也会经常定期探望皇家卫队的各支部队，参加各团的典礼和纪念会，并像一家人一样同这些军人及其家属相处，因此他也被认为是英国王室的私人部队。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